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一个曾经风光的温泉胜地乌来。最近有游客直言，乌来的景观杂乱老旧，甚至丑到像贫民窟。听到这样的评价，许多人可能大吃一惊。乌来不是以山林美景、温泉瀑布闻名的观光区吗？为什么反而会被嫌弃，乱七八糟像战后废墟？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，亲自走访乌来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在深入山城之后，我们的想法彻底改观，也发现那些杂乱废墟风景背后藏着让人鼻酸的真相。首先介绍一下乌来这地方的先天条件。乌来位于新北市的最南端山区，距离台北都会不到30公里，却有青山环绕、碧水长流的自然环境。这里的南势溪谷深切山林，一道白练似的乌来瀑布自约80公尺高处飞泻而下，被誉为北台湾最壮观的瀑布景观之一。日治时期还曾列入全台8景。每年春末，山谷里樱花盛开时，更添浪漫景致。溪谷中还孕育出罕见的高温温泉，泉水清澈，无色无味，约摄氏70多度，属中性碳酸氢钠泉，也就是俗称的美人汤。这种温泉水质在全球都相当稀有，据说可以直接饮用，对皮肤特别友善，泡完肌肤滑嫩有光泽。难怪早在几百年前，当地的原住民族泰雅族就视这里的热汤为珍宝，用泰雅语乌垒、乌来来称呼滚烫涌出的温泉水。这也正是乌来地名的由来。换句话说，乌来天生就好牌在手，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、壮丽瀑布与山林风光、独特的原民文化，再加上距离首善之都很近，具备成为顶级观光胜地的潜力。事实上，在许多人心目中，乌来过去一直是热门的休闲景点，泡汤赏瀑布、逛老街、品尝山产美食，是北部民众熟悉的玩法。老街上到处可见泰雅族特色的小吃摊，例如烤山猪、香肠、竹筒饭、甜甜的小米酒、手工麻薯等等，充满部落风味。傍晚时分，还可能遇见原住民朋友身着传统服饰，在街头或剧场里载歌载舞，用浑厚的歌声和奔放的舞步欢迎远方来客。对很多台北人来说，乌来曾是童年记忆中的度假天堂，冬天全家泡温泉驱寒，夏天带着孩子戏水看瀑布，春天来踏青看樱花。这里四季都有可爱之处。然而近年来，在访乌来的游客却发现，这个天堂似乎蒙上了一层破败的面纱。走进乌来老街，入眼的不再只是山光水色和美食香气，还夹杂着不少令人错愕的景象。老街两旁的建筑多半岁月斑驳，招牌和立面五花八门，缺乏统一规划。有的店屋墙上甚至长出青苔杂草，头顶上交缠密布的是杂乱的电线和水管，如同蜘蛛网般在狭窄街道上空拉来扯去。一踏上通往瀑布景区的桥梁，更是让某些讲究视觉美感的旅人直皱眉头。眼前横跨溪谷的是一座巨大崭新的钢拱桥，造型现代却笨重地占据山林视野。这座名为揽胜大桥的新桥高耸亮眼，本意是为了提高防洪标准，取代旧桥，但鲜红的拱架在青山碧水间格外突兀，不少人嫌它破坏自然景观的协调。有人戏称，这桥就像在优美山水间插进了一件不搭调的现代装置艺术，让原本古朴的风景区多了一分怪异。过了桥不远，就到了通往瀑布的入口和台车站。这里原本有一条别具风情的小火车铁道，是早年运载木材的乌来台车。从日治时期以来，乌来林业蓬勃发展，伐木后用小火车沿着山壁、铁路把木材运出山区。后来伐木业没落，小火车转型成观光用途，载着游客穿山洞、金吊桥，前往瀑布景观区，一度成为乌来观光的经典体验。然而如今我们来到台车站时，发现四周有些冷清。由于维修施工，台车近期又暂停营运，铁轨边还拉着封锁线。有游客徒步沿铁轨走向瀑布方向，但迎面而来的是一股荒凉萧瑟的气息。溪畔有几栋建筑残骸赫然矗立，那原本是临溪而建的温泉旅馆，如今经过风灾蹂躏，只剩下钢筋骨架，活像战争电影里被炸毁的房屋。灰黑色的柱梁横七竖八裸露在半空，旅馆的1楼早被溪水掏空，
地基悬在半腰，让人看了心惊。附近也散落着一些废弃平房与凉亭，东倒西歪伫立在杂草中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这里曾经是游客如织的温泉街，现在居然残破的仿佛小型加萨走廊，仿佛经历过一场浩劫。沿着瀑布路继续前行，眼前出现一座缆车站以及几间歇业的店铺招牌，这里就是云仙乐园入口。云仙乐园听名字仙气十足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56年，堪称全台第一座拥有高山空中缆车的游乐园。当年业者取名云仙，寓意云雾山林宛如仙境。乐园坐落在瀑布对岸山腰处，只能乘缆车跨越峡谷抵达，是台湾唯一开车到不了的游乐园。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云仙乐园开幕时风光一时，缆车、摩天轮、小火车、碰碰车，各种大型游乐设施一应俱全。每逢周末，缆车在半空中川流不息，游客上上下下，好不热闹。然而好景不长，70年代环保意识抬头，政府将乌来划为水源保护区，规定山区不得新建破坏环境的大型游乐设施。云仙乐园被迫拆除了大部分机械游乐器材，转型走生态路线。自此之后，云仙就像停留在旧时代一般，原本热闹的游乐场变成静谧的山林步道，曾经缤纷的设施要么拆光了，只留下空荡荡的平台，要么干脆尘封在原地不再运转。整个园区岁月留下痕迹，设备老旧，空间冷清，仿佛时光冻结。许多老台北人说，10年前来云仙是什么样子，10年后再来还是那个样子，甚至更加荒凉。在没有现代化刺激游乐的情况下，云仙乐园更像是一座山中的大公园。游客来这里主要是爬山健行，看瀑布和植物生态。然而偏偏园区的地形对观光客也不太友好。一下缆车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00多阶的陡峭石阶，号称好汉坡。许多兴冲冲搭缆车上山的游人，一看到眼前蜿蜒而上的长梯，当场傻眼腿软，纷纷打退堂鼓。有人苦笑自己花了200多元缆车票钱，结果只上来照张相，又坐原车回去了，等于买票来爬楼梯。因为园内几乎处处都是阶梯坡道，对膝盖不好的长者，因而推车族群极不友善。难怪云仙乐园的评价2级，甚至有人直批，跟其实只是个户外步道公园。别拿它跟剑湖山那种有云霄飞车的乐园比，云仙乐园的没落只是一个缩影。我们继续在乌来转转，更能体会到所谓观光好牌全毁是什么意思。乌来老街过去有充满传统风情的木屋和温泉旅馆，如今多半显得老旧失修。有些曾生意兴隆的温泉旅店，门口贴着歇业公告，里头一片黑暗，看不到人影。木质的招牌掉了漆，墙上的泰雅图腾彩绘也斑驳不清。更惨的是2015年那一场空前的风灾，让老街沿河一带直接化为废墟。当年的苏迪勒台风夹带超大豪雨，2天之内在乌来山区倾泻了1300毫米的雨量，引发严重土石流。愤怒的山洪夹杂巨石木头冲进溪谷，沿岸建物无一幸免。原本古色古香的老街，整条被泥流吞噬，泥水漫进温泉旅馆，一栋临溪旅店甚至被削掉半边，钢骨结构裸露在外，地基被掏空，摇摇欲坠，场景如灾难电影般骇人。乌来当时几乎变成孤岛，对外联络的唯一道路摊方中断，好几天物资全靠军方徒步背进村里，2000多名村民受困山中，通信电力全部中断，山上著名的景点也纷纷报销。内洞森林游乐区的步道被土石掩埋，瀑布断流。云仙乐园的缆车供电中断，基座虽然无恙，但山上餐厅和游园设施近半被冲毁，一片狼藉。观光台车轨道有多处路基流失，只好全面停驶。这场台风带来的破坏是乌来30年来所未见，许多耆老都流泪感叹，乌来完了，曾经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顿成废墟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就在苏迪勒摧残过后不到1个月，另一个强台杜鹃又紧接着袭台。原本满目疮痍的乌来尚未复原，又遭补上一记重击，土石流再度倾泻，淹没了老街低洼处。据报道，
当时纳鲁湾温泉度假饭店门口被土石堵住，员工受困，店内一夜才获救。这接二连三的天灾，让不少店家与居民心力交瘁，元气大伤。许多小型旅馆和商店在风灾后无奈关门，有人是积蓄耗尽，无力重建，有人则是对未来心灰意冷，选择离开山城。对留下来的居民而言，也是长达数年的复原期，道路桥梁重建、水电通信恢复都需要时间。政府后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重建工程，包括耗资上亿元新建前面提到的新桥，以更高标准防范洪水。但硬体重建容易，观光人潮与商圈活力的恢复却难上加难。乌来在风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门可罗雀，连假日时老街上也冷冷清清，许多店家到了傍晚就早早打烊。曾经车水马龙的温泉街，夜晚只剩几盏孤灯，看不到游客的身影。那段日子，乌来真可谓失去了灵魂。也许读到这里，你会想，为什么乌来会走到这步田地？难道真的是当地人不珍惜资源，坐拥美景却不愿好好规划经营吗？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在深入乌来之后，我们慢慢体会到，呈现在眼前的每一处废墟，每一份杂乱，其实背后都有不得已的原因与故事。首先，乌来的开发受到诸多客观条件限制，正如前面提到，早在数十年前，这里就被划为水源保护区，大型开发受到法律限制。一方面，这保护了山林溪流免受过度商业化破坏，但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乌来无法像一般观光景点那样推陈出新。当其他地方盖主题乐园、建摩天高楼的时候，乌来的发展几乎停在原地，以致许多建物年久失修，仍难获许可扩建翻新。如果你走在老街上，觉得店家建筑风格老旧杂乱，那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很老。许多店屋是数十年前建的，屋龄动辄40-50年，耐震与防洪设计不如现代建筑。业者可能也想整修翻新，但在严格管制下，手续繁复，再加上投资报酬未必划算，结果大多维持现状，久而久之就给人一种破旧不堪的印象。加上电线杆、自来水管等市政设施没有地下化，全部摊在明面上，更增添杂乱感。可以说，乌来的基础建设和城镇风貌其实一直停留在过去，欠缺整体规划与美化。其次，经济规模与资源也是关键。乌来区幅员广大，但人口稀少，全区居民仅数千人，而且以泰雅族原住民为主，属于相对弱势的族群，地方财政和政治影响力有限，使得大型观光建设或宣传预算无法和热门景点相比。例如，同为温泉乡的宜兰礁溪，靠近高速公路，且有企业与政府资金进驻，近年打造出许多新颖的温泉饭店，景观设施成功转型为时尚观光区。但乌来地处山谷，道路运输较不便，又没有大量外部资本投入，新开的大型饭店庙宇屈指可数，反而是老牌饭店一一凋零，只剩下极少数高端业者，例如隐身山中的某知名5星温泉度假村，以顶级服务吸引有钱客人，那是乌来少数保持光鲜亮丽的角落。然而，一花独放不是春，整体而言，多数中小旅宿和商家还是苦撑在传统经营模式，缺乏转型升级的条件。再者，天灾频仍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乌来。地理环境上，乌来位于多雨的北部山区，每年夏秋台风季几乎都得面对狂风暴雨的挑战。比方说，苏迪勒台风带来破坏后，即使勉强重建好，下个强降雨可能又造成土石坍方。频繁的灾害导致当地在外人眼中变得不可靠。你可能今天投资整修一家温泉旅馆，但明天一场暴洪就让一楼泡水，或者花钱美化老街街景，却抵挡不住下一次山洪泥石的侵袭。这种反复受创的经验，让不少业者对未来缺乏信心，不敢砸大钱长期经营。居民们也只能量力而为，把灾后重建重点放在道路、水电等基本生活需求。至于观光景观方面，则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当游客嫌弃那些台风遗留下的水泥断垣、裸露钢筋太过碍眼时，他们可能不知道拆除这些废墟的困难。有些建筑是私人产权，政府不能随便处置，而屋主本身可能早已举家迁离，
无力清理，又或者必须等待繁琐的保险理赔和行政程序才能处理。于是废墟就在原地100好多年，成为乌来难看的伤疤，却也是居民不忍触碰的痛处。了解了这些背景，再回头看当初网友那些毫不留情的批评，或许可以抱持更同理心。没错，乌来今天的确有点落魄，它不再是那种光鲜亮丽、包装精美的观光胜地。然而，我们在残破中也看见另一种动人的风景，坚毅存续的人情味与文化魂。当晚风徐徐吹过空荡的老街，我们看到几户亮着微光的小店屋，走近一瞧，一位泰雅族老奶奶正坐在门口，烤着传统竹筒饭，香气扑鼻。她脸上布满岁月刻画的皱纹，但对每一位靠近的路人依然报以亲切的笑容，热情招呼进来坐，尝尝我们山里的滋味。在另一处小广场上，几位年轻的原民舞者正在排练表演，他们踩着轻快的拍子练习传统舞蹈，即使观众寥寥，也认真投入，不减热忱。我们不禁想到，这些珍贵的文化表演正是乌来的灵魂所在。尽管观光荣景不在，泰雅族的精神与好客仍然薪火相传。对他们而言，乌来不是可以轻易放弃的产业，而是祖先留下的家园，需要用爱和毅力守护。每当灾难袭来，他们哀悼哭泣过后，依然擦干眼泪，继续留在这片土地，用最传统淳朴的方式生活下去。这样的场景看在我们眼里，内心除了感动，更有一丝心疼与敬佩。说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问，乌来还有重振的一天吗？当然有希望。实际上，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再度兴盛，乌来的游客人次正在回升。例如，官方统计显示，2024年乌来风景特定区吸引了200多万人次造访，重回新北市热门景点前10名。而且乌来旅游呈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冬季大于夏季。每当寒流来袭时，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泡汤暖身。因此每年最冷的2月是乌来汤客爆满的旺季，1个月就有40几万人来访。相反地，炎热的7月来的人不到一半，可见乌来淡旺季落差极大。旺季时人潮汹涌，淡季时相对冷清。这也对当地经营提出挑战，如何留住游客过夜，如何在非泡汤季节也吸引客人。目前看来，乌来还需要更多元的观光亮点。正如一位地产专家所说，游客来了，除了吃饭跟泡汤，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大伙吃饱泡完就走，难怪晚上7点街上就没人。因此，有识之士呼吁，政府和业者应该携手替乌来打造新魅力，或许可以深挖泰雅族文化，开发原民风的体验活动，或者善用自然优势，规划生态导览、夜间观星等等，增添旅程的丰富度。如果能将老街整体翻修美化，善用统一风格，突出山城特色，那更能提高乌来的观光格调。其实多数民众都衷心期盼这座曾经的温泉仙境能破茧重生，再现风华。在我们结束一整天的乌来之旅时，回首来时路，天边暮色给山谷染上一层温柔的薄雾，远处传来瀑布奔腾的低吟，夹杂着泰雅歌谣隐约的旋律。眼前虽仍可见残破的建筑剪影，但此刻心中的乌来形象早已不同于初见时的震惊嫌恶。我们明白了，乌来不是丑，只是沧桑。这里经历过繁华，也挺过灾劫，它有伤痕，但仍善良地拥抱每一位造访的人。或许乌来就像一位垂暮的勇士，满身伤疤地守在深山中，但依然保有纯真的笑容和热忱的心。与其嘲笑他衣衫褴褛，不如倾听他背后的故事。在乌来，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艰辛，也看见原住民坚守家园的热爱。那些废墟般的景象提醒着我们大自然的无情威力，同时也见证人类社区如何从绝境中复原。当下一次再有人嫌弃乌来丑得像贫民窟时，希望我们记得，每一条杂乱的电线，每一根断裂的梁柱，都是这片土地的伤痕，也是证明它曾经奋力生存的徽章。最后，我们对乌来未来充满祝福，期待有朝一日，这里能在保留朴实风貌的同时，扫去岁月的尘埃，再度绽放光彩。也许多年后，漫步乌来老街的游客不再会把贫民窟挂在嘴边，而是由衷赞叹，
这里真是一个结合自然与文化的宝地。到那时，乌来的故事将不只是没落与重生，更是一曲关于坚韧、守护与希望的动人传奇。我们相信，浴火而生的凤凰往往飞得更高更远。同样的，历经沧桑的乌来正孕育着下一次的惊艳重生，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天的到来。